生活中，我们经常听到吉人自有天相，天庭饱满吃官饭，这些可以说明从一个人的五官基本上可以断定一个人的命格。而一个人的面相，一部分是天生的，那么另一部分呢，是来自于后天的变化。人要改命是很简单的，相由心生，一旦你的相改变了，那么你的命运就改变。所以我们要改你的心，心就是观念。你只要观念正确，那么你的命运就有所改变。正所谓的是，心静则人安，人安则命定。人这一生，如能够保证我们的心情内定，那么就成功了一大半。命由己造，相由心生，境即心转，有容量乃大。这句话出自于佛教中的无常经，原文是这样：世事无相，相由心生，可见之物，实为非物；可感之事，实为非事。物事皆空，实为心彰。俗人之称，处处皆欲，唯有化事，堪为无我。我即为事，事即为我。命由己造，相由心生。世间万物皆是画像，心不动，万物皆不动；心不变，万物皆不变。这段话体现了佛学唯心主义的观点，同时包含了佛学的深刻哲理。这段话有着多种的解释，并是多种的含义。相由心生指的是万物表象都是由内心所以产生的，万象皆是虚幻，唯有真理藏于心中才是真的。心善则面善，心恶则是面恶，寓意人在外精神状态反映了生理的及内心的状态。从现在的医学或者心理学的方面讲，这些话也是合情合理。相由心生，心中所有所思所想，必定会在脸上流露出来。比如，贪婪的人长着一副奸诈的面容，易怒的人很难做出温和的表情，凶狠的人常常会露出了一些凶光。中医认为，有主内的必行的事外，若是脏腑和谐，气血充盈，其脸上会露出来健康的气色。心情易解面相，心情愉悦的人，其面相必然与愤怒烦恼的人不同。比方说，一个人的身体健康，身心愉悦，心态乐观的人，通常都是心情的焕发，红光满面，神采奕奕。相反了，一个人经常苦恼，特别的烦恼，心情郁闷的人，经常是表面闷闷不乐的，愁眉苦脸。我们经常看到的观音菩萨和如来佛祖的面相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慈眉善目，眼神祥和，目秀神清，飞眉入鬓，耳垂硕大，圆润如珠。之所以他们有这么好的面相，是因为他们都是救苦救难，普度众生，心地善良的神灵。心肠好，造就了他的佛祖之相。心中有莲，步步生花；心中有净土，处处皆是天堂。心中有爱，处处行善积德，所遇的都是暖心之人。一个人的福报多少，其实来源于自己的心念。很多事情是由自己的心念决定，你的心念决定了你的想法，你的想法决定了你的言语行为，你的言语行为又导致了事情的结果。正所谓是
运随心转，运气好坏虽然不能够客观的扭转，但自己的内心是可以把控的。这个人凶相还是福相，其实可以反映在脸上，从脸上可以判断这个人的心理所想。面相怎样由心态决定，所处环境好，随人的心态而变。人的命运由自己的主宰把握着，福气则由自己的创造产生。一个人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如何，看他的外表能够知道。如果是邋里邋遢的，不修边幅，那么他的生活往往一定是难有的光彩。面对生活心怀的热爱，他一定会让自己的端庄得体、修炼的外表。其实对自己的尊重更是漫长的人生自信。修炼的一些外表，新生了万物，相由心生，逆境旋转，世界万物皆是画想，命由心造，福我自招。我们外在的一切，我们内心的投射，内心的一些贫穷，内心的丰盛，外在了富足。命运当中，命是天注定的，但是运可以改变，就看自己修自己来的命运。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认识别人是聪明，认识自己才是智慧。真正的改变始于你对自己的起心动念的观察，时时的反省，时时的照见自己的动心心念，不忘初心。与其耗尽了我们的与命运的争执，不如静心的起伏。当你不再被忘，或者是命运的风向，自然就会改变。如果是心不换物不至，相信是万能的开始。你的起心动念决定你对人事物态度回应的模式。你的命运是由你自己创造出来的。我们的祝福别人都会说心想事成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内心不渴望的东西不可能靠近你。改变了命运第一步是改变自己的心念，用正面心念代替着我们的负面思维，会改变行为，行为会改变我们的命运。让行动跟上你的念头，一切唯心造。你的每一个念头都在书写着你的命运。物随心转，境由心生。与自己和解，可以放平心态，去面对这个世界。情绪起伏乃是人之常情，但这是对普通人而言，因为普通人很在意别人的看法，所以听到了对自己不利的消息，情绪就会来了。争吵中不断的激怒对方，导致内心的生恨，引起来的报复得不偿失的。如果是智者不屑与别人争吵，遇到固执的人，他选择不语，自顾自地做好自己，不与他人争辩。智者求的是内心的平静，而非是外在的宣泄。聊了人的就聊，聊不来了就不聊。古往今来的智者是内求的，而不是外求的。信心自在，外在就是无关紧要。健身不是给身边的同事、朋友们羡慕，而是内在的需求，为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去健身的，精气十足，才能够长期的坚持下去。如果给外人看，那就不能够做到长期的坚持，因为你的内心不定。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人生，那只有一个捷径可走，就是不放弃，需要你坚持不懈的去努力。记得在我们的《甄嬛传》中，甄嬛原本不知道宫中有很多的险恶，当时她因为丧失了皇上的信心，而在宫中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她就选择了出家。直到她看到了冷宫的娘娘生活的多悲惨，她才意识到她不能够放弃，所以开始了自己奋斗，坚持不懈地让自己出人头地，并且他凭借着自己的坚持努力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在生活中，
一定要逼着自己坚持，面对生活的挫折，也不能够轻易的去放弃，只有熬下去，你才有出头之路。人总是有很大的惰性，为了让自己活得更舒服，不愿意去学习，也不愿意去奋斗。每天下班之后，感觉自己比较累，但是你要想摆脱命运的控制，让自己更强大，让自己更优秀，让自己变得比较最快的方式就是学习。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，看书，向优秀的人请教，又或者自己去钻研，多练习。人生路上，你想要的成功，就藏在持续的学习态度上。当你热爱了学习，保持的成长，每个人都自己的渴望，不管是精神需求，还是外部的环境，都有自己的标准。一个人即使拥有精致完美的五官，可是终有寡寡欲欢的一面，心事重重，面相不一定会多光彩。拥有良好的美德，心存善念，心存美好，多做善事，只有愉悦的心情，才能够让人精神焕发，神清气爽，越活越年轻，越活越精彩。好了，今天的小故事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和喜欢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